今年 Apple 秋季发表会果然没让人失望啊！基本上与发表会前的传闻不会差异太大，命中率大概有90%左右，好像就是官方偷偷泄露一样哦。那这次推出3系列4款手机，分别是 iPhone 17 Pro 系列，当然也包含 Pro Max， 还有 iPhone 17系列。这要注意是跟传言一样没有 Plus， 还有万众瞩目的 iPhone Air。注意它没有冠上17这个数字。这4款手机在9月12就可以正式预购，9月19首波上市，当然台湾也会在首波。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我想大家应该在发表会前应该都有看过很多的传闻，如果你有看过这次发表会的整理大概就是对答案的概念。那发表会除了 iPhone 新机以外，还推出全新的 Apple Watch， 还有 AirPods Pro 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并没有提到太多的 AI， 也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的事情。这部分其实在 WWDC 的时候该讲的都讲了，也没有多什么东西啦。所以接下来就依照不同的机种我们就这次只讲 iPhone 17跟 iPhone Air 我们就把正确答案分享给大家。来，我们首先看到 iPhone 17 Pro， 它跟先前机种最大的不同，当然就是外形。这是以铝合金一体成型的机身结构设计，上方的镜头模组就是用非常大的横向镜头岛那我觉得一开始可能大家有点看不习惯了，但久了应该就好看了那它采用铝合金的原因是什么呢？官方说，他们采用航太级铝合金，导热性比钛合金高20倍。那当然，我觉得有可能也是省成本另外，发表会邀请韩商的热感应图，真的就是预告采用 Vapor Chamber 的散热系统所以这个散热系统加上铝合金整个散热就会加强很多。那官方说这是为了 A19 Pro 晶片特别设计的，这个有2种含义啦。第一种就是我可以让手机更凉快，效能更稳定更好。那第二种就是 A19 Pro 真的很烫，所以只好用 VC 还有铝合金来帮它凉快这是开玩笑的。那话说 A19 Pro 采用的是3奈米制程，预计还是台积电所制造的。那 GPU 部分采用6核心的架构，导入第2代动态快取架构，还有神经网络的加速器让 AI 运算大幅提升。虽然这次没有提到太多 AI 功能不过我想这应该预先准备一下也没问题吧。对，看到机身背后那个挖出来的长方形那后面只有那块是采用玻璃材质，所使用的应该就是康宁的陶瓷玻璃。官方的名称是超瓷晶盾正面的部分保护玻璃只是往上提一级就是用超瓷晶盾第2代。颜色部分有3种，分别是银色、宇宙橙还有藏蓝色那黑色部分这次是没有看到的，所以只有推出3种颜色。那显示器部分 Pro 版本是 6.3 寸， Pro Max 是 6.9 寸，两款跟之前一样都是采用 Super Retina XDR OLED 显示器，120赫兹的可变更新率，那峰值亮度最高是3000 nits。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拍照部分那这次自拍镜头从原本的1200万像素提升到1800万像素，并不是2400万像素我想这题大家应该都答错了不过有提升就是可以让自拍表现好很多啦，而且它有具备 AI 自动构图，那可以自动拉远拉近让朋友入镜，也可以固定拍摄主体，那也支援所谓的双向同拍录影功能，也就是前后镜头同时录影，这对于 Vlog 或是创作者来讲这是非常方便。后镜头部分同样采用3镜头配置，全部统一成4800万像素。超广角部分是 2.55分之1寸的感光元件 f2.2 的光圈，焦距是13mm， 主镜头是 1.28分之1寸的感光元件 f1.6 光圈，焦距是24mm。 潜望长焦部分是4倍光学注意是4倍不是5倍比之前的16 Pro 要往下掉一些，也就是 100mm 的焦距。它采用 2.55分之1寸的感光元件，光圈大小是 f2.8。那当然Apple 最会的就是把数位焦段说成光学焦段，所以他们这是说望远焦距望远长焦支援8倍光学，这个其实就是无损数位变焦的概念不过 Apple 都敢说是光学焦段的，所以拍出来品质应该是我觉得会不错不过夜拍部分就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很容易自己切换到主镜头来拍摄，这点我们就等之后实测时来确认录影部分我想大家可以放心，短时间内应该还是很难有其他手机可以超过它资源规格我就列在这边让大家看一下。
这些规格基本上就是把电影机塞入口袋中。话说这次 iPhone 17 Pro Max 的电池真的加大了，它可以提供连续影片播放39个小时，是比之前多很多哦。iPhone 17 Pro 则有31个小时，表现都比上一代好很多。然后这是真的有推出没有实体 SIM 卡的机种，也就是 eSIM only 的机型啊。这种机型呢，电池可以塞更大，续航力可以加长1个小时。充电部分，有线充电同样维持40瓦，但这是升级的无线充电，支援 Key 2.2，但并没有提供50瓦的理论最高效率，只有保守的提供25瓦。不过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快了。那售价部分，17 Pro 256版本是39990元，那17 Pro Max 的256版本是44900元哦。那总之两者的差异就是电池、萤幕大小，其他规格基本上都是一样，不晓得大家会怎么选。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iPhone Air， 其实从名称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哦。这台手机不是叫 iPhone 17 Air， 而是直接叫做 iPhone Air， 完全跳过数字的命名，看起来就是 Apple 把这台当做一个新系列来定位，而不是 iPhone 17的变种机型。说不定未来真的，它可能是变成折叠 iPhone 的前哨机。为什么呢？因为它都做到这么薄了，折起来应该也是差不多而已了哦。这台 iPhone Air 主打的就是极致轻薄啊，那厚度只有 5.6mm， 重量只有165公克，真是薄到一个不行哦。机身是采用5级航空钛合金边框，这是这次唯一采用钛合金材质的手机哦。相信应该就是因为太薄了，所以必须使用钛合金来支撑架构啊。保护玻璃部分前后都用上了超瓷晶盾玻璃，包含正面采用第2代的版本啊。萤幕部分搭载是6.5寸的 Super Retina XDR OLED 显示器，同样支援 ProMotion 120赫兹可变更新率，亮度高达3000 nits。不过由于机身很薄啦，内部空间有限，所以这台是单镜头设计哦。主镜头是4800万像素啊，支援2倍的无损变焦，那画质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啊。不过只有一颗镜头，就大家自己见仁见智啊。那自拍镜头跟其他一样是18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处理器部分同样是 A19 Pro 晶片，效能基本上跟17 Pro 版本是同等级。这边我必须打一个问号。因为在 GPU 的架构部分有一些不一样哦，大家要注意。17 Pro 的 GPU 采用6核心，而 Air 采用的是5核心，所以这边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啦。那电池部分虽然空间有限啊，但苹果还是做了一些巧思啊，整体内部空间分配的，我觉得算是蛮好的。续航表现其实也不差，影片播放时间有27小时左右哦，而且它是全系列唯一一台只支援 eSIM。不支援实体 SIM 卡的机型，所以这个也帮电池腾出了一些空间啦。之前就有观众留言 ，Air 电池应该不会太大，所以该不会这次会推出自家的电池背盖吧？没错哦，大家猜对了，这是真的推出全新的 MagSafe 薄型磁吸行动电源，造型超薄，加上去之后直接把 Air 升级到40小时的续航。那外观部分有点像是过去的磁吸卡套一样。对了。这个电池呢是 Air 专用的，所以其他的机型尺寸是不相容，所以要买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充电部分大家要注意一下，有线部分只支援20瓦，无线也只有支援20瓦，跟 Pro 系列完全不一样。这应该就是避免薄型机身过热所做的限制啊。那颜色部分有太空黑、云白、浅金、天蓝4种配色，走的是清新简约风。那256GB 的售价是36900元。最后我们来聊一下比较亲民定位的 iPhone 17，这是延续 iPhone 16的设计逻辑，基本上样子蛮像的哦。颜色有5种，分别是紫色、蓝色、黑色、白色，还有绿色，每一种我觉得看起来都还蛮好看的。那荧幕升级到6.3寸了，变比较大一点哦。那这是一样是采用 Super Retina XDR 显示器，支援 ProMotion 120赫兹的可变更新率，亮度最高达到3000 nits 哦。那这是萤幕保护玻璃用上了第2代的超瓷晶盾玻璃啊，看光能力当然也是大幅提升。效能的部分，这个是唯一采用标准版 A19 的机型啊，虽然没有 Pro 啊，但我觉得它基本的运算能力应该还是不错啦。那至少在续航部分、省电性部分应该会好一些。那镜头配置是双镜头配置，一样采用4800万像素的主镜头，加上4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那主镜头感光元件跟 Pro 系列很类似啊，那超广角镜头也是拉到4800万像素。
哦，所以整个部分我觉得拍照应该还是不错，除了望远没有支援以外，其他都还不错哦。那前镜头跟 Pro 一样，也是1800万像素的镜头。iPhone 17影片播放的续航是30小时，充电跟 Pro 系列相同，是有线40瓦，无线25瓦。售价部分256GB 是台币29900元，算是系列中比较亲民一点的价格喽。那最后我们来补充一下前面没有讲的部分哦，就是系统就跟 WDC 所说的一样，采用 iOS 26，最大特色就是流动玻璃界面。但之前蛮多朋友在 iPhone 16测试的时候都很容易宕机，也发现很多 bug。相信这次在 iPhone 17系列上应该就会正常很多。至于 AI 的部分，这次发表会上基本上没有讲太多，有说的也就是之前的功能，也没有提到支援台湾正体中文的任何资讯，所以台湾消费者就在等等哦。那最后联网能力也有提升，这是全系列都提供 WiFi 7，还有蓝牙6。那 Pro 版本也有提供只支援 eSIM only 的机种，那 Air 部分真的就只有 eSIM only 的机种了。我的感想是Pro 相机部分应该算是有提升毕竟长焦拉到4800万像素，那至少在数位变焦上会好很多哦。而 Air 部分我应该还是会再观望一下，毕竟 Apple 都推出磁吸电池了，代表他们对原本的续航应该还是担心的，所以才会推出原厂的磁吸电池。那我会买吗？我应该会入手17 Pro 橘色来玩玩看吧所以之后我也会分享实测给大家。以上就是全新 iPhone 的整体分享，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些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 Prime， 下次见喽，拜拜。